今天我们用免费的 Cloudflare 零成本搞一套100%隐私、完全白嫖的专属域名邮箱系统哈。需要什么呢？一个 Cloudflare 的账号和一台能24小时开机的设备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没有服务器，几十块钱都不想花。那么没有问题，今天为了照顾所有人哈，我们就用微软的 GitHub Codespace 来做演示，只要5分钟啊就可以跑通，跟着我做，一步都不要错哈。直接打开浏览器，访问代码空间，登录你的 GitHub 账号，进来之后往下面看，找到最前面的这个空白模板，直接点击它下面的使用这个模板，稍微等它加载一下哈。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网页版的 VS Code 界面了哈，这个就是白送你的一台高配电脑。往下面看，找到底部的终端。如果你这下面的它是空的哈，没有看到这个终端在哪里呢？不要慌，点击左上角的菜单图标哈，也就是这个3条横线，找到终端，点击新建终端，它就会从底部弹出来了。接下来鼠标点一下终端里面这一块空白的地方哈，把Dockerflare的一键安装指令复制过来，粘贴进去，直接按一下回车。好，现在脚本跑起来了哈，它会问我们几个问题，非常的简单，你跟着我按就可以了。首先，它问安装路径，不要管它哈，直接按回车，用默认的就可以了。接着，它问本地端口，默认是5000，继续回车。然后这一步看清楚哈，它问是否要启用邮件功能，这里必须按键盘上面的一个字母 Y， 然后回车。接下来，它让你填入你的域名，注意哈，这里要填入你在 Cloudflare 里面托管的那个域名，不要带任何的前缀，不要加什么3W 哈，纯域名直接填进去。如果你现在只是想练一下手哈，手里没有域名怎么办？你可以随便填个假的哈，比如 Tesla.com 啦，随便对付一下哈，跑一下流程啊，跑通流程，然后回头再去搞个免费的或者便宜的域名给它换上去，填好之后就回车。现在他问你哈，想要给这个控制台分配一个什么样的专属网址？你看括号里面哈，他已经帮你预设好了。Dockerflare 啊，很标准，非常的标准，不用动，直接回车，保持默认。又问你想用哪个网址来登录邮箱发信的界面哈，默认是这个 mail 开头的，也是最正规的格式，继续的回车，确认一下信息，那么没有问题了哈，就输入 Y。是否要输出配置文件？你输入 Y 嘛？是否现在拉取镜像？输入 Y。好了，最枯燥的命令行就结束了哈。现在脚本开始跑代码拉镜像了，让它自己跑。搞定了之后啊，你看屏幕右下角出来了一个小弹窗，它提示有一个应用运行在5000端口上面，直接点击这个绿色的按钮哈，在浏览器中打开。第一步，给自己设置一个管理员的账号，还有密码哈，想填什么填什么，你自己记住就可以了。填完了之后，点击下一步。这一步呢，就稍微麻烦一点哈，它要用到 Cloudflare 的 API token 和账户 ID， 这是为了让系统等一下可以全自动的帮你做配置哈。不要关掉这个页面，我们新开一个标签也登录到 Cloudflare 的后台，点击右上角你的头像，点击配置文件，看左边菜单，点击 API 令牌，点击右边蓝色的创建令牌按钮，在自定义令牌这里点击开始使用。好了，先给这个令牌随便取个名字，接下来的权限设置它是重点的哈，错一个都跑不通。第一条选账户，选 Cloudflare 隧道哈，右边选编辑，然后点击添加更多。第一条选账户 Works 脚本，右边也是编辑哈。第3条也是账户 Works R2 存储，右边也是编辑。第4条变了哈，注意看，选区域啊，选择 DNS， 右边选编辑。第5条选区域电子邮件录有规则，右边同样是编辑。往下面看资源的分配哈，账户资源呢包括所有账户哈，区域资源也是包括所有区域。然后是下面的 TTL 有效期，设置一个有效时间就可以了。直接拉到最下面，点击继续，然后点击创建令牌，就出来这一串很长的 API 了哈，只显示一次，马上把它给复制下来，切回到我们刚才 Dockerflare 的那个安装页面，把这一串密码给它粘贴到第一个输入框里面去哈。下面还需要一个账户 ID， 再次回到 Cloudflare， 点击左上角的黄色小云朵图标，回到主页。你怎么找这个 ID 呢？你看浏览器上面的这个地址栏哈，2个斜杠的中间那一长串字符就是你的账户 ID 了。
或者你觉得找地址来的太麻烦了哈，你就随便点击一个你的域名进去，往下面拉到底啊，看右下角有个 API 区域，这里明确写着区域 ID 还有账户 ID 哈。先把这个账户 ID 复制下来，回到安装页面，粘贴进去，点击下一步哈。现在的界面里面呢，隧道的名称保持默认不用动，区域 ID 这一栏你可以控制不用填。Dockerfile 它会自动去 Cloudflare 抓取你能用的域名哈。那么为了稳妥起见呢，我一般习惯切回到 Cloudflare 啊，把刚才那个区域 ID 也给它复制过来填上去。其他的所有选项呢，全部保持默认哈，直接点击下一步。然后点击完成设置，现在啊，用你刚才设置的账号密码登录进来的第一件事情哈，就是点右上角了，把语言给它设置成中文哈。我们的规矩就是有中文用中文，没有中文就用网页翻译哈，绝对不在语言上面消耗脑力。现在我们去把邮箱给它建出来，点击顶部菜单的 email 看屏幕哈，报错了，它提示权限不足，设置不了邮箱。这个时候不用慌，这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哈。我去 GitHub 翻了一下，发现是因为这个系统更新了，原先的权限它不够用了。我们现在回去加一下权限，来到 Cloudflare 的 API 令牌页面哈，找到你刚才创建的那个令牌，点击右边的3个小点，选择编辑。我们要再增加3个权限哈，点击添加。第一个选择账户，就选这个 Works KV 存储，选编辑哈。第二个呢，选区域，然后还是区域，这个就给它选读取的权限了。第三个呢，选账户，然后选电子邮件路由地址，给它选编辑啊，编辑的权限。选好之后，拉到最下面，点击继续，然后点击更新令牌。好了，现在切回到我们的 Dockerflare 控制台哈，按一下 F5 刷新页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报错它就消失了。现在可以正常的设置邮箱了，刚才那种小插曲哈，根本就拦不住。在下面这个域名的下拉菜单里面哈，选择你托管的域名，然后点击旁边的设置邮箱按钮。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用做哈，系统它会自动利用你刚才给的权限去写那些复杂的 DNS 记录和安全协议哈。全部绿灯亮起来的时候，打上了勾勾，那就说明搞定了。接下来在邮箱管理这里哈，点击添加，输入你想要的邮箱前缀，也就是那个 IT 符号前面的部分啊，比如 admin 啊，比如 hi， 比如你家狗狗的名字啊，随你的便。下面填你的昵称，也就是别人收到信的时候显示的名字哈，填你自己的大名或者品牌名。最关键的是这个存储配额，你往右边拉可以拉到无限制哈，因为我们用的是 Cloudflare 的免费 R 存储嘛，设个5G。啊，绝对足够你发几万封邮件了哈！点击添加啊，稍等2秒钟，搞定了。这个域名邮箱已经诞生了哈，你可以在右边随时改密码、调整容量，或者不爽了直接删掉。现在拉到页面最上面哈，点击右上角的打开 Webmail 啊，就进入到了属于你自己的个人收发室了。你看这个界面哈，草稿箱、收件箱、垃圾邮件分类干干净净，极度舒适哈。用我常用的另外一个邮箱给刚建好的这个地址发一封信，来测试一下。点击发送，看到了没有？秒级推送哈，Webmail就弹出了邮件到达的推送通知哈。点开这封信，默认界面它这个字呀太黑了哈，看不清。那么没有关系，点一下把界面给它切换成浅色的模式。现在这个字看得清清楚楚了，收件极其的完美。那么收线没有问题了，那发信呢哈，我们直接点这里的回复啊，点击回复，随便打几个字发送。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时候它失败了，这个不怪 Dockerflare 了，这个是大厂的白嫖限制。因为 Cloudflare Works 的免费版呢，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哈，你的发信功能只能发给那些已经在后台验证过的邮箱地址。什么意思呢？我带你去看一下哈。回到 Cloudflare 的控制台，点击你的域名进去，左边点电子邮件，再点电子邮件路由，点击中间的目标地址。你必须把你想发信的那个人的邮箱给它填进去哈，点击保存，然后 Cloudflare 会给那个人发一封验证的邮件，对方必须手动点一下链接，验证通过了，你才可以用现在的系统给他发信哈。这种方式你每次都要给新的人发邮件，要先去让对方点验证哈，这个显然不太适合正常的邮件往来。如果你希望像正常邮箱一样哈，想发给谁就发给谁呢，你用2个选择。第一就是去把这个 Works 升级成付费计划，1个月$5啊，$5。
第二呢，就是继续的白嫖，你可以去系统里面配置调用第三方的那种免费 API 接口来发现啊，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我们以后再讲啊。最后我们回到 GitHub 的代码空间这里来，你现在看到这个空间是绿色的活动状态啊，这个东西它虽然免费，但是每个月有小时数的限制呀。不用的时候记得点击右边的3个小点，选择停止代码空间。停了之后，邮件它是存在 Cloudflare 免费的安云存储里面的，你的这台服务器就算关机了、炸了邮件它依然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里。那么你下次想什么时候看了再来这里点击在浏览器中打开，它马上原地满血复活邮件是一封不得少。当然了，如果你真的打算把这一套系统当成主力邮箱长期使用那么我强烈建议你去买个最便宜的服务器1年只要几十块钱的那种或者去捡一台旧的星际窝的转购系统，1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不要忘了点赞、分享、订阅，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